谁能想到啊，当年赚的258万，笑看众生的银行，如今竟然怕老百姓断供房贷了。搁以前，这简直像太阳打西边出来。毕竟老话怎么说？银行是晴天送伞，雨天收伞。特别在房贷这件事上，前几年燕郊房价腰斩的时候，多少业主资不抵债，想要断供，结果呢？不是被银行追着起诉，就是被法院法拍，房子没了，还到欠钱，征信直接黑成炭。那时候断供就像踩雷一样，除非被逼到绝路，不然谁敢冒这个险？可现在画风完全变了，越来越多的消息传来，如果你房贷还不上了，银行并不会像过去那样立刻追杀，反而主动找你谈判，说你每个月能还多少就还多少，哪怕象征性还个几千块，能维持就行。听清楚了吗？银行比你还怕你断供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答案藏在最新的数据里。按照常理，断供的房子应该和法拍房的数量差不多。可奇怪的是，最近几年，全国断供数量和法拍数量之间出现了巨大的鸿沟。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，2024年全国法拍房挂牌数量比2023年还少了2万多套。今年上半年更惨，同比又少了1万多套。换句话说，断供在激增，但银行根本不愿意接盘，而银行自己的财报更扎眼。2023年5大行公布的年报里，房贷不良率一口气飙升至 1.45%， 创下近10年新高。进入2024年，新增房贷不良继续走高。建行一家光上半年就新增不良贷款1692亿元，同比暴涨 19%。可与此同时，法拍房数量却在减少。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银行不想要这些烫手山芋。过去，银行喜欢处理断供房，原因很直白，房价只涨不跌。2015年的时候，很多银行靠处置法拍房，一年就能净赚几十亿。断供对业主是灾难，但对银行来说是捡钱。可今天不一样了，房子不仅跌价，还根本卖不动。抵押贷款给你打7折，银行原本觉得稳赚不赔，但谁能想到，2、3线城市很多房价已经跌破了7折，加上二手房主急着出手，价格直接和法拍房打平，甚至更低。结果就是银行收了你的房子也卖不掉。数据显示，上海、深圳这样的核心城市，法拍房清仓率还能维持在 60% 左右。2、3线城市普遍只有 30%， 县城更惨，很多房子挂上去没人问津，直接流拍。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真正让银行发抖的是资产表的崩塌。很多人不知道，银行有个监管红线——巴塞尔协议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银行必须保证自己资产里有足够多的优质贷款资产。只要房贷没有完全坏账，那在银行账面上，它还是优质资产，可以打包卖，可以融资。可一旦断供，房子真的拍到银行手里，那就麻烦大了。大家都知道，现在房地产市场什么德行，根本卖不掉。那意味着银行账面上的资产瞬间缩水，资本充足率被拖下水，信用评级也会下降，严重的话还会被监管处罚。所以银行心里很清楚，与其收你那套贬值难卖的房子，不如装作还没坏。你继续欠着，哪怕每个月象征性的还一点点，在账面上这笔贷款还活着。只要贷款活着，银行就安全。这就是为什么你明明断了3个月的房贷，银行却不敢轻易上法拍，因为一旦动手，银行自己也要跟着掉坑。看看北京2025年9月的数据，触目惊心。新房成交8月仅3135套，同比暴跌 40.93%。二手房成交13331套，同比下降 7.19%，
远低于荣枯线。二手房挂牌链家平台破 14.2 万套，创历史新高。房价呢？从7月的 6.21 万元每平方米跌到 5.99 万元每平方米，单月跌幅 3.54%。三环内丰台马家铺的房子单价跌到 2.7 万元每平方米，南四环清河园两居151万成交，单价直接破2万。五环边的小区更是跌到1万元每平方米，一夜回到10年前。最夸张的是豪宅，西城精华3年前3366万买入，今年2330万成交，蒸发1000万。海淀万柳书院大户型一年缩水800万。要知道，豪宅过去是最抗跌的压舱石，连他们都撑不住了。中产和富裕阶层的资产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蒸发。北京人用一句话总结现状：挂牌价是美颜滤镜，成交价才是卸妆素颜。8月，北京取消限购，本来是刺激需求的强心针，可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恐慌性抛售。业主像潮水一样挂盘，买家却死死捂紧钱包，结果房价雪崩。更要命的是国资甩卖，朝阳区国资委一次性低价抛售300余套库存，价格直接砸穿市场底线。周边业主傻眼了，2022年花838万买的房子，现在每年蒸发70万。政策松绑，国资甩卖，中介压价，这一连串操作让市场信心彻底崩盘，房价不但没稳住，反而加速下跌，演变成恶性循环。楼市崩塌不只是中产的噩梦，更是金融体系的地震。银行原本是中国经济的心脏，可如今心跳越来越紊乱。中国的银行一向爱用表面平静掩盖危机，账面上写着资产优良、盈利稳定，实际上暗流涌动。银保监会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底，全国银行体系不良贷款余额达 3.3 万亿元，不良率 1.59%。这个数字看似还好，可业内人都知道，真实的不良率远不止于此。因为断供并未全部被银行认定为坏账，而是被延期重组，留在账上装作优质贷款。以工行为例，2024年全年新增贷款 10.6 万亿，但其中超过 1.5 万亿流向了房地产相关企业和个人房贷。到了2025年上半年，工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超过1600亿，同比多了 22%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坏账已经开始压不住了。彭博社8月的报道更扎眼，五大行光在上半年就合计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 3.51 万亿，增幅高达 6%。这还是在官方拼命粉饰之下的数据。一旦把断供真实暴露出来，中国银行体系恐怕会瞬间爆雷。比银行更可怕的是地方债。2025年9月最新消息，中国财政部拟处理地方政府欠民企的10万亿债务，相当于 GDP 的 7%， 打算通过国有银行贷款来兜底。听起来是帮企业回血，实际上是把风险从地方政府转嫁到银行头上。第一阶段规模就有1万亿，要在2027年前完成。可问题是，地方债务黑洞早已失控，光城投债务余额早就超过65万亿。连国际评级机构都警告，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灰犀牛。数据摆在这，国家审计署2024年报告显示，地方隐性债务规模超过40万亿。2025年仅上半年，地方债发行规模突破 5.5 万亿，同比增长 14%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，中国地方债总规模可能逼近 GDP 的 70%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全国赚的钱有一大半都得用来填债坑。更讽刺的是，填债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银行。五大行已经被要求
配合地方化债项目，拿出数万亿资金救急，看似是帮地方渡过难关，实际上是把债务炸弹转手塞进银行口袋。当下的局面就是，房贷断供，银行账面优质资产变成烂尾，地方债兜底，银行资金链被迫抽血，企业盈利下滑，贷款收不回，三重压力叠加，银行已经成了经济危机的前沿战场。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在实体经济蔓延，最新的例子就是顺丰。2025年9月，仅仅2周时间，顺丰控股市值蒸发300亿。原因很简单，电商需求下滑，物流价格战惨烈，融资环境收紧。一个被视为中国韧性标杆的企业，照样顶不住。要知道，顺丰不是孤立。中铁建2024年净利润同比下降24%，万科2025年上半年亏损55亿，首次半年报亏损。恒大早已破产清算，留下2万亿债务烂摊子。房地产的崩塌就像多米诺骨牌，已经把上下游几十个行业拖下水。钢铁、水泥、家电、家具全线哀嚎。宏观经济的下行最终落到老百姓身上，就是一个字：惨。就在不久前，河北邢台一位大叔因为没钱付1碗面的餐费，当街扇自己耳光的视频刷屏。那一记又一记的巴掌打在脸上，却更像是抽在这个时代的心口。这不是孤立的故事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24497元，同比增幅跌至 3.3%， 创下20年新低。消费物价指数 CPI 连续4个月负增长，通缩信号越来越明显。青年失业率依然消失在统计表里，但清华北大毕业生送外卖的新闻却屡屡见诸媒体。经济寒冬不是抽象的词，而是实实在在的饭碗、租金、车贷、房贷。今天的中国表面上还在稳增长，可楼市断供、银行坏账、地方债、实体衰退已经串联成了一条可怕的链条。过去大家习惯了把银行当成铁板一块，觉得他们永远不会出事。可历史告诉我们，当资产负债表崩溃的时候，再强大的金融巨头也会瞬间倒下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，韩国14家大财阀轰然倒下。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，引爆全球海啸。今天的中国银行真的比他们更安全吗？银行慌了，楼市烂了，债务炸了。问题是，谁还能救中国？结尾我想说一句，别以为这是宏观经济的事，其实这就是你、我、他的钱包和未来。房子不再是财富，银行不再是避风港，地方政府不再是靠山，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现实。